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你个死老头，再敢说我男朋友一句，我非要让你好看！一辆上海发车的高铁中爆发了一场闹剧。只见一位妙龄少女穿着暴露，手臂和背部满是纹身，对着一位老先生推推搡搡，口中不断谩骂着。乘客们纷纷露出鄙夷的神色。少女之所以跟老先生不对付，不是因为对方冒犯了她，而是因为老先生说了她的黑人男朋友不好。要是老先生是因为看不惯外国人，倒也能理解，可明明是黑人有错在先，少女竟然还如此刁蛮，实在是出人意料。黑人究竟做了什么，引起了老先生的愤怒，甚至要把乘警找来？一切还要从半个小时前说起。候车大厅中，黑人约翰笑得猖狂，他大马金刀地搂着自己的女朋友孙小曼，一双大黑手上下摸索着，引得对方娇声连连，两眼泛着水光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两人却旁若无人般享受着二人世界。约翰粗鄙的行为惹得众人纷纷侧目，孙小曼不知廉耻的表现更是令人不忍直视。可没想到，孙小曼的下限远不止于此。面对众人投来的嫌弃的目光，她却扬起下巴，一副骄傲的神情。我的男朋友可是外国的高材生，你们这些没出过国的土鳖就羡慕吧。孙小曼说着，一把搂住约翰的脖子，献上了一个火辣的长吻。一吻结束，孙小曼已是目眩神迷，脸上飘起2朵绯红。黑人约翰哈哈大笑，满口污言秽语。还好他不会中文，否则对于在场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一场听觉污染。两人卿卿我我，嬉嬉闹闹，好不痛快，可把候车的乘客们折磨坏了。要不是急着坐车，在场的乘客都恨不得改签到下一趟高铁，可那也只能想想了。毕竟临近国庆，能买到高铁票已是十分不易。乘客们只能祈祷自己的运气好一点，不要跟着一对神仙伴侣分到一个车厢。不多时，高铁开始检票，大家原本提前10分钟站好了队，安安稳稳地依次进入。可就在这时，约翰两人又开始作妖。只见约翰嘴里一边骂着法克、谢特，一边伸手拨开队伍，大摇大摆地插到了队伍前端，毫不在意身后众人怨恨的目光。而孙小曼非但没有因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感到羞耻，反倒是满眼放光，搂着约翰的手臂，嗲着声音叫嚣：哎呀，我的男朋友真是强壮！被他推开的人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孙小曼跟着约翰检过票，耀武扬威般走向站台，殊不知此时一双威严的双眼就已经盯上了他们。在站台等待高铁进站时，两人倒是没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，但进入高铁后，约翰就又开始了。只见他堂而皇之地拿出一支烟，嚣张地叼在嘴里，摆摆手让孙小曼给自己点火，根本没把一旁禁止吸烟的标识放在眼里。要知道，高铁上禁止吸烟不仅是因为身体健康，更多的是出于安全考虑。以高铁的时速，哪怕是微小的安全隐患，也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。非洲毕竟没有高铁，约翰不懂事也就算了，可孙小曼难道没有坐过高铁吗？面对男友的请求，孙小曼居然乐呵呵地拿出火机，恭恭敬敬地给约翰点上了烟。周围的乘客纷纷捂鼻，想要远离约翰喷出的二手烟。但还没完，约翰似乎还觉得不够享受，随意踢开轿上的鞋子，把自己的一对臭脚搭在了前座的靠背上。这下前座的老先生坐不住了，
他皱着眉，用英语跟约翰沟通，让他穿上鞋子，把香烟掐灭。可约翰却不以为然，见老先生会说英语，张口就是一连串的脏话，气得老先生浑身发颤。而孙小曼呢，虽然听不懂英语，但看老先生的表情也知道他是说约翰不好的，顿时一下炸了毛，站起来对着老先生高声叫骂，引得乘客们看不下去，纷纷伸出援手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跟孙小曼吵了起来。好好的小姑娘，纹身就不说了，还非要找个黑人男朋友，是怕别人不知道你的文化水平吗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头一次见到这么崇洋媚外的，怎么，你男朋友的臭脚都是香的？面对乘客们的反驳，孙小曼气得说不出话，一把扑到约翰的怀里，挤出几滴眼泪，不停撒娇。这下还了得！约翰见自己的好宝贝哭了出来，当即就火冒三丈，蹭的一下站出来，一边对着众人叫骂，一边伸手就拽老先生的衣领。眼看约翰要动手打人，乘客们赶忙通知了乘警，可等待乘警过来需要时间，约翰动手却是一瞬间的事。只见约翰用力一甩，老先生就被打倒在地，痛苦地呻吟起来。约翰站在过道中，一只脚踩在老先生的胸口，得意洋洋地看向四周。孙小曼见状，自然是喜不胜收，对着周围的乘客叫嚣个不停。可就在两人嚣扬跋扈之时，一只有力的铁拳猛然出现在约翰的视野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得一道人影快似闪电，右手握拳，对准约翰的腹部就是一击直拳，直接将高大的约翰打得跪倒在地。约翰被一拳打得摸不着北，再也没力气嚣张了，脖子一歪晕了过去。孙小曼见强壮的约翰被一拳撂倒，哪里还敢说话，只敢跪在约翰，吓得不住落泪。打得好！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句，顿时整座车厢都欢呼起来，为出手的男人献上由衷的赞美。出拳的男人面对众人的赞扬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就越过跟死狗一般躺在地上的约翰，规规矩矩地把老先生扶了起来。老先生，您没事吧？男人出拳时势如猛虎，此时却无比谦和，真是堪称侠客风范，使得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。我没有大碍，小伙子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老先生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对着黑人约翰狠狠吐了一口唾沫，在男人的搀扶下回到了座位上。老先生刚坐下，乘警也赶到了。孙小曼还以为来了救星，上去就颠倒黑白，抱着乘警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。见他污蔑出手的男人，众人不禁义愤填膺，纷纷出口替男人解释，证明是约翰先打的老人。孙小曼本想颠倒黑白，殊不知乘警早就通过监控和同事了解到了实情。如今男人出拳解决了问题，他是来请孙小曼两人接受监管的。乘警将孙小曼和约翰押送到车厢的连接处，防止两人再度作乱。而男人和老先生身为当事人，自然也跟了过来。不多时，高铁到站，警察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了，让男人简单做了个笔录，就让他回去了，甚至没有耽误坐高铁。原来男人是一位退役的拳击教练，在等车时就发现黑人约翰很不老实，因此一直对他多加注意。看到约翰出手打了老人，男人立刻出手，以雷霆一拳将约翰击倒，阻止了他继续行凶。男人施了拂尘去，约翰可就要接受法律的审判了。由于约翰在高铁上的恶劣行径，被判处了寻衅滋事罪，
不仅要进监狱关押，还要赔偿被他打到在地的老先生的损失。而孙小曼，别看她之前对自己的男朋友表现得多亲密，现在出了事，立刻有多远跑多远了。最终，约翰可谓好好长了个记性，接受了警局的教育后，再也不敢在我国胡作非为，仗着外国人的身份为非作歹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